首款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相信不少人都玩上了吧？随着游戏的深入，那些漂亮的取景地也受到了玩家的关注。其中，山西小西天景区门票订单更是翻倍的增长。层层叠叠的天宫楼阁，宛若仙乐婉转的天宫，这是玩家在游戏《黑神话：悟空》里看到的漫天神佛。而这个场景的真实模板就在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 既然未来，为何不败？隰县的小西天景区原名千佛庵，因大雄宝殿内塑有千尊佛像得名。1900多尊彩塑如层峦叠嶂一般耸立，呈现出仙宫佛国金碧辉煌的迷人景象，堪称中国雕塑史上的玄塑绝唱。 游客漫步其中，无不被那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所震撼。游览了游戏中的取景地小西天，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随着游戏《黑神话：悟空》的走红，小西天近期游客数量明显增加。景区在加强内部管理同时，增加导游人数，丰富讲解内容，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截止目前呢，小西天今年的总接待量是20余万人次，暑期接待量是7万余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300%。 面对山西古建筑旅游热，网友直呼山西人不睡午觉也要迎接这波热度。针对这波流量，小西天景区制定了迎接最大承载量的应急预案。隰县各部门全部参与到迎接小西天热的行动当中，包括在小西天景区附近开辟停车场，游客免费停车，公安交警全天候在岗执勤，增加导游人数和导游形式，推出隰县1日游、2日游以及巴士免费接送线路等服务。 为了迎接大家，领导也到第一线了，特警也开始执勤了，都是为大家保障的。常年不开放的山西铁佛寺也因为这波热度得到了开放。虽然只有一座大殿，却保存了精美繁复的24诸天造像。当时《黑神话：悟空》的美术负责人都曾为之震撼过。 心心念念的铁佛寺里面的造像非常拥挤的就放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当时非常的震撼。进去看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舍得出来，就决定既然这么喜欢这个地方，还是要手工还原出来，拿当时拍的照片一笔笔真的把它雕出来了。 近日，还有一名女子临时请假去山西旅游，每天花17个小时高强度游古建，执行力惊呆网友。特种兵计划的话做了2、3天吧，因为去山西是临时决定的，然后想着去都去了，就能去尽量多的地方就去尽量多的地方。高女士称，虽然休息时间不多，但玩的时候不累，心灵上比较轻松，旅行体验非常好，觉得很值得。 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36个取景地当中，山西独占27个。晋城玉皇庙、五台山南山寺、高平铁佛寺、大同悬空寺，古建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辉煌，展现出中式美学的独特震撼。《黑神话：悟空》中壮观逼真的场景，大量高度还原了中国山水风貌和中式古建筑群。全国各省市共有几十个取景地。 从2次元回归3次元，仿佛有一种在实景中打怪的错觉。除了山西之外，还有重庆大足石刻。看看这些对比的瞬间，你还分得清哪边是现实世界吗？各无相同的目的。据大足石刻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游戏团队曾表示要在游戏当中植入石窟寺场景，并于2021年7月进行实地取景采集。最终，大足石刻被1比1还原到了游戏场景当中。包括我们的地狱变相龛、观无量寿佛金变相龛、千手观音龛以及我们的护法神龛，这4龛造像呢，都位于我们大足的宝顶山大佛湾石窟。这样的活化利用呢，让我们大足石刻走下了崖壁。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到大足石刻来现场看一看，实地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优秀的石窟寺传统文化。 近日，一位游戏粉丝在游览至重庆大足石刻时，被现实中的景色深深震撼，直言做了一次现实中的天命人。至今首部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一时间风靡国内外，里面的一些场景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撼。我们就觉得应该从游戏到现实中去看一看这些中国的历史文化遗迹，也让我们做一次现实中的天命人。
不少游戏玩家都说自己在《黑神话：悟空》里找到了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它引领更多的人走进中国古建筑殿堂，感受跨越几千年的文化魅力与艺术震撼。黑神话：悟空的爆火还带动86版《西游记》再次冲上热搜。86版的《西游记》当中，很多场景都是在四川青城山拍摄，尤其是悟空拜师的场景，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众多网友也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在青城山拍摄的猴哥同款姿势。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博主在四川青城山游玩时潸然泪下，他说在这儿找到了迷失了自己。此刻中国文化对外国人的影响具象化了。当地时间9月2号晚，以色列多地继续爆发游行示威，要求以政府为近期6名以方被扣押人员在加沙地带死亡事件负责，并呼吁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推动被扣押人员获释。同一天，在耶路撒冷，数十名示威者聚集在以色列总理的官邸外，指责内塔尼亚胡拖延停火谈判。We think that our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enough or at all to free them. Okay, we want to see them back home, and I think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in order to prevent it. And our government and our prime minister is doing everything he can in order to prevent it. He is doing it for his own sake, and this is why we are here. 当地时间2号，在以色列劳工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色列正式开始为期1天的全国范围大罢工。以色列部分政府部门、幼儿园、公共交通等机构参与此次罢工，造成当地交通瘫痪，学校提早放学。此外，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2号上午8点至10点暂停所有航班的起降，持续时间2小时，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有旅客在网络上发布视频显示，由于罢工，机场的行李传送带都不动了。以色列各地抗议令以色列政府面临巨大政治压力，以政府内部在停火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凸显。有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不顾民意继续战争，是为了维持执政联盟内部及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以避免政府垮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号在电视讲话中就再次重申，必须控制费城走廊，坚持实现安全内阁确定的所有目标。3 מתוך המטרות הללו עוברות דרך מקום אחד, ציר פילדלפי. 被扣押人员死亡事件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3大压力，第一个是民众的压力，以色列国内爆发最大规模的抗议，还有大罢工；第二个是政府内部的压力，国防部长加兰特公开跟总理唱反调；第三个呢就是美国的压力。拜登表示，在确保哈马斯释放加沙人质方面，内塔尼亚胡做得不够。不过，内塔尼亚胡依旧态度强硬。这除了维护他本人的利益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压力并没有到达临界点。像以色列全国大罢工只有1天就结束了，防长虽然公开表达不满，但大部分内阁成员还是支持总理的。那么至于内塔尼亚胡脱困的办法呢，目前可行有2个，一个是武力成功解救部分人质，不过难度比较大；第二个呢，则是消灭哈马斯、真主党等对手重要人物，用战功来说话。那么这种其实相对更容易完成。近日，韩国政坛再次爆出震撼弹。韩国检方以调查前总统文在寅前女婿人事任命案涉嫌舞弊为由，对文在寅的女儿文多惠进行查抄，并将文在寅列为涉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对此，文在寅所属的共同民主党表示强烈不满，称此举是明显的政治报复。那么，文在寅能否逃脱韩国卸任总统都无法善终的青瓦台魔咒呢？